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在去年呢这个时间点，我们帮大家开箱了 JBL 的 Bar 9.1旗舰级 Soundbar。那 Bar 9.1它虽然是一款不错的产品，但是在某些方面，我觉得它还是有所妥协的哦。但是在今天呢，此时此刻，我们要开箱最新的这个 JBL 旗舰 Soundbar Bar 1300。我觉得它是改进了所有这种 9.1 的它的一些小缺点以及妥协之处。并且呢，这款 Bar 1300它可以说是真正的代表这个 JBL 音响精神的一款产品呢。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后面再慢慢的跟大家解释清楚。首先先讲一下 JBL 他们今年的 Soundbar 的命名方式啊。今年的 JBL 他们都会以4位数字去做称呼，像是我手边的这款 Bar 1300。以及之后会开箱的 Bar 1000型的这个旗舰Soundbar。那外观的部分呢 ，Bar 1300它的本体加上它的无线后环绕连在一起的话，总长来到了将近140公分，那深度也是将近14公分。就是比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Bar 9.1它应该是100多公分，那深度我也记得是12公分。其实以视觉上来讲，你也会觉得说 Bar 1300它大了许多，可以算是一款巨舰型的 Soundbar。那在重低音的部分，就是基本上就是 Bar 9.1的10寸的这个无线重低音的沿用了啦。好，那接着我们讲说这个 Bar 1300它的单体的配置的部分。我有看一下它网络上的一些资料，基本上它今年可以说是 Bar 1300单体配置的非常多。首先呢，它使用了这种3/4寸的，算是我看应该是高音单体啊，在它的中置的部分左右两侧。以及呢，左右两侧之外，它的180度的侧边也使用了这个3/4寸的单体。而且为什么我前面会讲说，就是今年这款 Bar 1300它是可以代表 JBL 精神的，因为在它这个最平最外侧的两端呢，它的这个单体的呈现是一种号角的设计哦。我们都知道 JBL 最有名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号角式的监听喇叭。每次我看到 JBL 的这种，像我之前看到 JBL Bar 9.1，我就觉得它其实跟这种号角的元素整合就没有非常浓烈。再来在 Bar 1300上面，我就看到了就是 JBL 这种号角式的设计，就让我觉得说这才是一款就是真正有 JBL 风格的产品。好，那我们讲说它用了光这个高音的部分就用了5颗单体嘛，这是它本体的部分哦。然后呢，接着呢，它还有准备那种我那时候看它有点像是这个长方形的单体。分别有配置了6颗，在它的这个中置声道的两侧。接着来讲它的后环绕的部分，它也配备了4/3寸的一个单体，它也是同样配备了一个长形的，我觉得算是一个中音单体吧。那最后我们来讲说，今年 Bar 1300它的整个的天空声道的部分，也算是整个大升级啊，因为有的时候看它也是一个，我那时候看将近快3寸的一个这种应该算全音域的一个单体，在 Bar 1300上面就用了4颗。一般其实这种配置是非常少，因为一般的Soundbar产品它的天空声道通常都配比较小的单体哦。那当然并不是说单体大就一定比较厉害，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实际听了才知道。那4颗天空声道的单体在 Bar 1300上面，同时呢，我们的后环绕它1颗对1个就是天空声道的单体。所以其实今年整个 Bar 1300它其实是有着6颗的这种快将近3寸的天空声道。那可能你看规格，它是写说 Bar 1300是一款 11.1.4 的环绕音响产品啊。但是我必须讲，就今年的这个整个天空声道环绕效果的体验是超越以往，应该可以说是以目前来讲，我觉得以6万多元的这种Soundbar旗舰类产品。Bar 1300它可以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好，那并且我觉得以 JBL 它这系列的产品来讲，我可以说是它最著名的就是它这个算是真正的无线后环绕的设计。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目前市面上的所谓Soundbar产品，他们主打的无线后环绕，第一个它要接什么？它要接电源线。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摆放的位置可能会需要脚架。因为它的体积通常都是长方形的嘛，但是在 JBL 不管是从它的这个 Bar 9.1开始，或 Bar 1300，它的这个无线后环绕，它本身是采用电池式的设计。电池的设计是什么意思呢？你平常不用的时候，你是把它吸附在
它的桑巴的两侧。那当你要用的时候，你就把它拔开，然后放到你的座位的两旁。其实你不用再接你的后环绕，是不用再接任何的电源线的。那这样使用起来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今年非常有趣的是，跟以往 Bar 9.1不同，是说你看到的这款无线的后环绕，它是可以单颗拿起来做蓝牙喇叭使用的。而且很好玩的是，它还可以因为它有2颗无线后环绕嘛，所以2颗无线后环绕可以组成一个立体声的系统了。虽然它字面上是写作立体声但我在听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左右声道的差别，就是两边都是播放一模一样的声音的。但这跟以往的 Bar 9.1，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算是关键性的差别就是说它的可玩性又增加了。因为有时候你到家里面，你可能不想要开桑巴，因为可能比较晚了，但这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把Bar 1300的其中一个无线后环绕拿到房间里面去做当蓝牙喇叭使用，或者说你拿2个去做一个算是比较大声的聆听。我觉得这个就是它让整个产品的变化性又变多了这样。而且要特别一提在于说，今年的这个Bar 1300它的侧边呢，就是它做了一个算是磁铁的，我现在可能不太好拿，但是好拿下来了。它做了一个算是装饰的一个盖板，就是说以往你把这个 JBL 假如说Bar 9.1，你把它的无线后环绕拿开了之后，它会是一个算是它的充电座啊，就会整个裸露的出来。但是在Bar 1300上面，你看它除了整个声音的改强，我觉得它也考虑到了就是外观的部分。当然就是说有些人觉得说这种硬派的音响产品，它的外观是比较无所谓的。当然对我来讲可能是因为像我就很喜欢看到它的Bar 1300侧边有一个这种号角式的喇叭的设计。但我相信对大家的女朋友、对大家的老婆来讲，外观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不喜欢看到充电接座或看到一些这种喇叭，对他来讲那个是内部的零件，那不是一个男人的浪漫。所以呢 JBL 它Bar 1300有做这个侧边的装饰板，你把无线后环绕拿起来之后，你可以把它这个装饰板再粘回去的。那粘回去的话，整个视觉上我觉得又算是加分了许多。你要另外讲一下，我们刚刚讲到外观了嘛，其实今年的Bar 1300它的整个的外观，我觉得也更金属了一点。什么意思呢？去年的Bar 9.1，我会觉得，当然它的材质我记得也不是塑胶啦，但它整个没有像今年的Bar 1300那么的金属味浓重。就是今年Bar 1300它的正面的上方呢，基本上做得非常的简洁，音量的大小键，然后跟讯源的切换。但是为什么今年会做那么简洁呢？后面也会再跟大家的说明。然后它整个线条啊，金属的这种切割，就是我觉得算是一种，也算是低调，但是它是走一种那种硬派的低调风格。好，那接着我们讲完了它的外观，讲完了它的一个单体的配置，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接孔以及它的一些那种音效的规格、串流的规格。经过沿海的公路，越过漫漫河流，一起去兜风环游。时间它不会停留，把握每个路口，能牵手任性到以后。我们一起抵达远方，世界尽头你在就够。想和你看5月的晚霞，6月日落，在一起许7月的流星，8月温柔，只愿那而来的浪漫以及你。
骑的单车，还有他和她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问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Isn't it romantic? Music in the night, a dream that can't be heard. Isn't it romantic? Moving shadows right, the oldest magic word. I hear the breezes playing in the trees above, while all the world is saying you were meant for love. Isn't it romantic? Merely to be young on such a night like this.接孔部分呢，今年的 JBL 这个 BAR 1300，它支援了3个的 HDMI 输入，那当然就是有一个 EARC 的这种 HDMI 输出，然后还有光线的音讯输入，然后网路线的接孔，然后还有一个8字电源线的输入。我觉得这基本上算是一个常规的配置啊，只是在于说 BAR 1300它的 HDMI 输入真的是给到几乎算是电视等级的配备，给了一个3个接孔这样子，所以你也不用怕说你是用老电视的人你会没办法接它，就是你用老电视你接它一样是可以有非常棒的音效，而且
你可以接的设备是非常多的，不像有一些这种旗舰级的桑巴，它就只给一个 HDMI 输入跟一个 HDMI 输出，变成说，如果你是用老电视的用户，你就常常要在那边拔插，就是你可能今天接 PS5，你又接了一个蓝光机，那你就要轮流插拔，就比较恼人。所以呢，8210它可以说在旧电视的资源上面，我觉得它的 HDMI 输入是给的非常到位的。好，那在音效的部分呢，同样这个杜比 Atmos 以及 DTS:X 他们的这种顶规的音效，身为一个旗舰级的桑巴，当然都要去做支援了。然后在无线串流的方面呢，它也支援了这个 AirPlay， 然后还有 Chromecast， 基本上也是全部都支援了。然后它还有一些声控的部分啊，像支援这个 Amazon Alexa， 但我觉得的确这些东西在台湾或者是以使用者来讲，我觉得并不是一个最主要使用的方向。所以音响产品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操作便利性跟音质。好，那讲到操作便利性呢，其实大家会看到说，我介绍这款82130的时候，我们要讲到它的一些遥控器，对不对？其实82130它本身是有一支遥控器的，但是呢，在今年你可以透过一个 JBL One 的 APP 去做整个的操控，这也是跟去年的89.1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89.1它就是简单，但是你要用原始的方式操作它，那82130就是说简单，但是你可以用全新智慧的方式去操作它。全新的这个 JBL One App 基本上你可以控制它的音量、输入源、音色的调整，那它还多了一个这个音色的校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像这种旗舰级的桑巴，他们重低音都做得很猛，然后每一个那种无线后环绕喇叭都做的音量可以开很大，音色也可以开很强，那就会有个问题啦，就是说有时候它低音可能会在这个空间太混浊了，那这时候需要一个空间校正，去让它整个的所有的桑巴配件的一些声音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哦。这个也是跟去年89.1，就是89.1是没有这个功能的，但今年8130它新增的这个功能，就是融合了这个非常强大的8130的声音，然后再加上一些科技，让它的这个表现是可以更上一层楼的。好，那接着呢，我们讲到了它的 App， 那它的音色调整，我们待会就后面再跟大家讲，然后接着是讲一些音色的跟89.1的听感的差异的分享。首先呢，为什么我前面会讲说89.1，我觉得它在某些方面是有妥协的，因为通常我们的无线后环绕，就是大家会看到它体积并不大。那并不大的话，其实在89.1上面，我那时候去年也有讲，就是我对于它的整个的天空声道的表现，我会说它的高度可能就真的只有30-40公分那么高。但是今年在82130上面，我觉得它的整个天空声道的表现是完全脱胎换骨等级的。以这阵子我常常看的这种 Netflix 上面有一个汤姆克鲁斯的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全面瓦解，他最后那个直升机片段，你在今年的82130上面，你是完全可以感觉得到那种天花板上面它是有直升机的螺旋桨的声音的，就是完全没有骗人，就是你一听到那个声音，因为像我去年我89.1我也看过同样的片段，然后我也有试了很多的音效，但是在今年82130上面，你一接上去，那个天空声道你都还不用去做所谓的加强，它的音色就完全是不一样。然后第二个改进的方面，我觉得就是环绕的部分，什么意思？就是在它整个左右的那种宽广程度，就是在它的整个环绕的包覆感上面，我觉得是得益于说它的两侧的一个号角式的侧环绕的设计，以及呢它把后环绕的这种无线后环绕的整个音色的厚实度又加强了，所以它整个包覆感就360度圆圈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也是更进一步。那当然，我觉得最厉害的维持一贯的这种 JBL 优良传统的在于说它的人声。其实大家看到我很多的一个桑巴开箱，我在音色调整的部分，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哦，你的中置声道要加强，你的一些高音你要去加强，你的人声要去做加强。但基本上 JBL 的它系列的产品啊，82130啊，89.1啊，当然它原厂说它有一个这个 Pure Voice 的技术啊，它是给不管要多大音量可以听到清晰的人声。但我觉得就是说它在音色的调教上面，真的是你一拿到它一听，那个人声的清晰度在整个电影声音里面比例，我觉得就是浓鲜合度来形容，就是刚刚好的。
而且 JBL 它的整个的音色来讲，我觉得不管是听音乐，就是它的重低音10寸来讲，看电影它的力道。它的爆发力，然后它的一些，当然你不能说跟12寸跟那种家庭剧院14寸的重低音相比，但我觉得以一般的住家来讲，10几坪、20坪的空间，就是你10寸的低音，简简单单的看个电影，完全是足够。而且它的低音表现，我觉得比起市面上可能，也许跟 BOSS 比，它可能效果没有像 BOSS 那么好，但是你说对比一些 Sony 啊、三星来讲，那可是绰绰有余的。然后它整体的音色调整，我觉得也算是柔和。然后还要讲，它听音乐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独特的包覆的感觉嘛。那今年这个后环绕加强的方面，我觉得就这种舒适的音色是完全是没有变的，就是有一贯的这种舒服的。那所以调整，待会跟大家讲一下怎么调整。好，所以我们讲完了这整个 BAR 1300它的一些外观啊，然后它的一些听感的分享之后，我们就来讲一下它要怎么去做调整的音色。首先呢，我们先进入这个BAR 1300它的 JBL One App。那当然你在做所谓的调整之前，你都要先做一个校准。那我要特别讲一下说 JBL 它的校准啊，有特别跟大家讲一下说它的无线的后环绕要怎么放。我觉得这点也是很不错，因为很多人他们在用，其实大家都很不喜欢看说明书，就我也知道，因为我们客人常常买东西，有时候他就是会问一些那种说明书上有写，而且写得很清楚的，他还是会问。但是JBL 帮大家想好了，就是他在他的这个校准的功能上面，他会跟你讲说它的无线后环绕要怎么放，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放起来是感觉很多的方向都可以放嘛，会不知道哪里是天空声道，哪个是要朝向你的这种后环绕、侧环绕。那你做完校准之后呢，其实 JBL 它的调整也很图形化，它的 EQ 在今年就只有做3段式的调整，叫低音、中音、高音。那跟以前的调整逻辑一样，如果说中音是人声的远近啊，那高音就是让人声的这种锐利度啊、咬字啊，就再更锐利一点。然后特别跟大家讲的是说，这边 EQ 的低音啊，其实会跟你那个遥控器上的低音加强会是联动的。什么意思？我们之前讲说 JBL 的低音调整，它都是分5段嘛，但是你在这边调 EQ 的时候，它就会直接的，假如说你把那个低音的等化器调到最满。其实它的荧幕上面就会显示说，目前是这个低音是开到第5段了，这样。哦，还跟大家讲一下，其实BAR 1300它是有一个荧幕的，在我的左手边的下方，就是它唯一今年BAR 1300的小缺点就在于说，我觉得啦，它的这个荧幕就是这么讲，你在播放电影的时候，它的音效就要从这个荧幕去看，它没办法从它的 APP 去做监看，所以我觉得这倒是有点可惜的，因为用 APP 看音效，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想知道你目前有没有点灯成功，有没有播到 Atmos 的音效。那用 APP 看，显然是方便许多的。好，那我们中音其实今年我也很难去讲要怎么去分享参数，因为它是图形化的界面嘛，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我调整参数的那个长度的比例去做调整。要简单来讲，我觉得你一看怎么调，你先用音乐听人声。然后你把那个中音的等化器调到一个你觉得人声它的那个远近你觉得是比较喜欢的，那你接着你再去加所谓的高音，那你中音高音都调整完，然后你再去加这个低音的等化器。那你低音的等化器调完了之后，记住哦，你的那个遥控器上面你也不能去做低音的强或减了，因为你强或减的话，其实它就会动到等化器了嘛。那这边的话，我跟大家讲，我低音大概是开到3跟4中间啦。然后接着呢，在它的其实你这样就调整完了，在它的等化器的底下，你会看到它有所谓的后环绕的这种加强，以及它遥控器可以去做这种天空声道的加强。今年的话，我会把天空声道跟后环绕整个都开到最强。那为什么呢？其实我在去年的BAR 9.1，我讲说，你那个有时候后环绕开到最强会很抢气嘛，就你放在你的旁边听的时候。但今年我把BAR 1300的后环绕同样放在我的旁边。我把后环绕跟天空声道开最强的时候，我却觉得这个声音是舒服的。也许是因为它把后环绕整个声音厚实度都加强了，所以今年我反而推荐大家说，你可以把后环绕跟天空声道都开到最强，去体验一下这种 JBL 前所未有的一个包覆感。好，那其实整个音色的调整这样就结束了。当然BAR 1300它还有一些它的这个 App 还有一些功能，就是说你可以透过它的 App 去听。然后 Tidal 啊，或者是一些串流媒体里面的音乐，但以我的使用来讲，我觉得
假如说我用 Tidal 好了，我还是偏好说直接 Tidal 上面 AirPlay 直接投放到这个 BAR1300上面，就这样使用还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使用方式啦。好，那总结来讲，我觉得其实我近期我评过非常多的一些Soundbar产品哦。那我觉得BAR1300可以说是在这种，你看现在其实Soundbar产品很多，有那种大品牌的 Sony、三星，你看 LG 也有出，然后 BOSS， 然后其他音响品牌陆续都有推出来。但是以往的这种BAR 9.1，我觉得我怎么去定位它？我觉得就如果我会推荐一些你空间有限，你后环绕你不想去做一些脚架的摆放啊，或你不喜欢电源线的一个设计啊，那你可能可以考虑BAR 9.1。但是今年的话，BAR1300，我觉得我要重新定义它一下。我觉得它是一款真正的旗舰级的Soundbar，就是说，其实你今天不用去管说你后环绕有没有什么空间，什么可以放，就是你只要喜欢这种强大的低音表现，然后均衡的这种听音乐、看电影的这种效果，那你就可以考虑BAR1300。我觉得它跟目前的旗舰级的，假如说 Sony 的这种 A9 的系统，然后以及这种三星的 Q990C 哦，我觉得JBL BAR1300它在人声的表现上，就算配了电视，我觉得BAR1300都是有得一拼的。那更不用讲说，如果这些品牌电视，他们就是这些电视品牌他们所推出的Soundbar，如果没有他们自己品牌的电视去做加持的时候，那我觉得基本上BAR1300的人声是赢过非常多的。所以这么讲，就是今年的BAR1300，我觉得你只要预算有到，以它的一个6万出头一个定价，我觉得算是加量不加价的一个表现了。那它都是可以放在你的考虑名单里面。那更不用说，如果你是空间一些比较有限缩的人，因为常常很多人他在后环绕的摆放上面就会比较做苦恼。那更不用讲，就是如果你是这类的客人，我建议你BAR1300绝对是你可以考虑的一款旗舰级的Soundbar产品哦。好，那这次的开箱就到这边了。其实很少就是看到一款Soundbar产品会让人觉得说，比较有热血的感觉，就是尤其看到 JBL 它推出的这款Soundbar产品有跟那种号角元素做点融合，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把这种美式的音响精神发挥出来，然后又同时又兼顾了一点科技感，因为你看堆叠那么多的单体，然后那么强大的功率，然后10寸的重低音，再加上现代的 APP 操作以及空间校正，所以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实体的门市，或是来我们麦斯音响实际听一下这个 JBL BAR1300的全新的厉害的声音表现。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有任何想看的、想听的，都可以到我麦斯音响的这个 YouTube 留言区底下留言哦。那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的观看，拜拜。